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我们为什么在此相识？当然是因为缘分，也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。我们追求理性，追求进步。我们这类人还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会经常遇到职业网军和五毛的攻击。五毛小粉红的思维也代表了被洗脑的中国人。只有理清楚他们的思维模式，才能更好的不受其干扰，甚至洗白他们。所以今天在这里系统性的分析和总结了4种五毛的思维模式，几乎可以解释了他们全部的大脑结构。跟我们看到最后哦，谢谢。思维模式1：双重标准。他们最常给别人扣的帽子就是崇洋媚外、数典忘祖。按照崇洋媚外的定义，只要不是本地的，崇尚外来的事物和文化就是崇洋媚外。所以不看其他的，只按这一个单一标准来看的话，亲美和亲苏都是崇洋媚外。但是只有你崇尚西方民主自由的时候，才是崇洋媚外。他们崇拜西方的马列主义，就变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。而且他们手机用美国的，车要开日本的，疫苗要打香港的，奶粉要喝澳洲的，绿卡要拿加拿大的，钱要存到瑞士去，这些都不算崇洋媚外。数典忘祖的意思是忘本，忘记历史。可是当你真的跟他们谈历史，到底是谁破坏了老祖宗留下来的遗产和文化，他们又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现在的中国那么好，你就不能往前看。双重标准多少有一点学术的味道，说的简单一点，双重标准就是我做可以，你做不行的流氓思维。因为五毛作为流氓政权的爪牙，也就继承了流氓政权的这种流氓思维。流氓政权在官方上的双标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，比如中英签署的联合声明，协议就是一种严格的标准，协议的双方都应该受到这一标准的约束和遵守这一标准。但是流氓政府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，干预香港自治的时候，他们就说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，已不具现实意义。当英国接纳香港政治难民的时候，流氓政权又拿出联合声明来抗议。还有最近美国要禁止中国软件，中国外交部抗议，批评美国跟一个年轻人喜欢的软件过不去，有损大国形象。可是中国早就把美国的互联网公司都禁了个干净。所以这种我做可以，你做不行的双标，是流氓政府及其爪牙五毛行为逻辑的首要法宝。思维模式2：无视事实和其相对性。当他们无法反驳事件的真实性之后，我们最常听到他们说的就是这种事哪里没有，哪个朝代都这样，哪里都一样。首先这就是无视事实，比如你杀了人，你不能说某某也杀了人，甚至杀的比我还多，来掩饰自己的罪过。杀人不对就是不对，事实就是事实。历史上有个故事叫50步笑100步，也是这个意思。在战场上退后50步的人嘲笑退后100步的人胆小怯战，况且如果真要做对比，那可不是50步笑100步了，而是100步笑50步，甚至可能是100步笑1步。比如说，确实哪个国家都会有食品药品不安全的事件，但是人家发生的概率小得多呀，所以才会有大量的中国人去香港打疫苗，去澳洲买奶粉呀。如果真的哪里都一样，那应该无所谓呀，买哪里的奶粉不行，反正都一样，都是有真有假。但是澳洲的奶粉可能是买100罐，有1罐不合格的。在中国买100罐，可能有10罐不止不合格，而且还是毒奶粉，所以中国人才愿意去冒澳洲奶粉100罐有1罐不合格的风险。而对于我们这一类人，我们不是像五毛那样单纯崇拜表面的事物，给自己孩子买奶粉一定要进口的，我们崇拜的是食品安全背后这一套司法独立和执法严格的体系。思维3：无限吹捧例外。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分析了，一切都有条件，一切都有例外。所以说理论上讲，一切观点都可以被反驳。如果你说中国贪污腐败，他们就说我们村里的村长可好了，天天下基层帮助老百姓。如果你说很多中国官员持有国外绿卡，他们就说某某市长非常清廉，穿衣服都要打上补丁。他们的这种思维模式也是源于流氓政府的一脉相承。流氓政府就是擅长利用这些例外来做给老百姓和国外的人看，在他们的内部叫做塑造典型，我们称之为作秀。像当年全中国都知道的好人雷锋，在一个混乱的年代，
为了表现出人人都拥护毛主席的假象，塑造出一个在被窝里背诵毛主席语录的雷锋，怎么就那么认真？有人在掀开你的被窝偷拍你，你都看不见，依然可以不被打扰的看书。近几年，如果你说中国对外大撒币，对内不管民生，他们就说中国的扶贫做得多好多好。隔壁村的老王领导经常带着记者去他家送米送面。就像武汉疫情爆发期间，猪肉价格涨到几百块一斤，市民被封锁在家中，很多人都没有东西吃。中央领导带着一群记者来给市民送肉，引起隔壁小区的人不满，高喊假的，假的，都是假的。因为他们只给一个小区送，而且那个小区还是公务员小区，说白了就是给自己送。又比如这次疫情一开始的时候，为了作秀，象征性的撤侨，他们就说祖国母亲呵护我们好棒棒，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，在国外什么事都不怕。后来疫情严重了，很多人困在国外和边境，中国又不让入境，这种作秀式的帮助一点人，然后大力宣传，比帮助所有人的成本低得多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说很多人滞留海外，有家不能回，中国的护照并不像战狼吴京说的，虽然不能带你去世界的任何地方，但却能把你从任何地方带回来。虽然吴京自己一家人都没有拿中国护照，但是他们就可以把这些宣传照甩过来反驳。这些作秀塑造出来的典型，想让人误以为很普遍，但其实只是例外。这种流氓政府的行为也就上行下效，成为了五毛的思维模式。思维模式4：本末倒置。另外，五毛们最喜欢扣的帽子就是吃里扒外，吃中国的饭，砸中国的锅，这也就是他们骂卖国贼的思想前提。事实上，中国人并没有受到国家多少好处，中国是公认的社会福利极差的国家之一。之前就有媒体报道，中国对非洲的大撒币就够中国全民免费医疗3辈子。可以这么说，在中国，你自己不努力，饿死没有人管，国家没有养活人民，共产党更没有。而人民养活着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蛀虫们，也就是共匪和他们的维稳爪牙们。共匪和他们的爪牙包括五毛，他们没有参与劳动生产，他们没有创造任何实体经济，都是纳税人用血汗钱养活着他们。看到这里的五毛，请你想一想，你做的这份工作本质上创造了什么经济给国家？你做的事情就是让老百姓老老实实的干活，不要发出声音而已。你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贼，国家的蛀虫。我们在爱国的视频里面讲得很清楚了，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，国家是一种手段，是一个工具，来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。像这次疫情期间，被困海外回不了家的人在网上发帖求助，强大的祖国母亲呵护你的声音一下子不见了，底下的评论一片谩骂，说别给国家添堵，要有耐心，别依赖国家，别给祖国添麻烦，祖国够累的了。还有人说这些求助的人自私，甚至还有人说要先学会爱国，再学会求助，这些都是本末倒置。如果一个国家不是为人民解决困难的，不能被依赖，那这个国家是为谁而存在的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4个最常见的五毛的思维逻辑，他们的行为基本上都逃不过这4条。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了解了他们的思维逻辑之后，更有利于我们改变墙内人，也同时让我们自己的逻辑更清晰，立场更坚定。也就是日常生活学习中，我们不仅要知道怎么做是对的，也要知道怎么做是错的，才能更好地掌握这一项技能。好了，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。上一期视频，我们针对频道开播以来，让粉丝朋友质疑的一些问题，做了一些总结和更深入的探讨，包括中共执政合法性，为什么说我们不应该爱国，还有分裂与统一的逻辑等等。网友吴保罗说，台湾也有类似小粉红的韩粉，但韩粉更有良知。网友这里说的应该是五毛，五毛没有良知，纯粹胡搅蛮缠，捏造事实。小粉红只是自己坚信自己相信的东西，不会捏造，因为五毛是职业的，他们是拿钱办事的，所以五毛和小粉红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。网友如是因如是果说，像大江大河是由小溪汇流而成，先有家后有国，这个问题其实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经解决了。在四书的大学里面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这个当然是有顺序的，也就是先有家再有国。网友胡兰用反问的语气表达了共产党的支持率很高，我不需要知道有多少，我用逻辑反驳，如果共产党支持率很高，
为什么不公投？反正都是投票给共产党，这样国内外就没有人再质疑共产党了，有什么不好吗？网友 Peter Su 说，5毛小粉红给我们一种中国人没有救了的假象，如果我们相信了，那共产党花在5毛身上的钱也就值了。其实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，我们频道也改变了很多人，每一期视频都有人评论感谢学到东西，特别是用简体字的粉丝们都是大陆人，他们将会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。上一期视频就有网友王耶表示，原先是希望大陆统一台湾的，在听了我们的讲解之后，希望台湾能统一大陆，或者希望中国能民主，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否定自己。网友鬼眼协同说，合法性简单来说就是凭什么皇位你来做，你要有个说法，不能空口白牙。拿到玉玺，那就是我的执政合法性是从前朝抢过来的，有退位诏书就是我的合法性是前朝让给我的，有了选票就可以说我的合法性是人民赋予我的，这样很通俗易懂。网友混蛋说，人性本私，私也有向善的部分，比如帮助别人是为了让自己心里踏实满足，这一点补充得很好。网友李肯用了周星驰的武状元苏乞儿的影片，表达了如果国家好，人民自然会爱，这个逻辑非常对。就像现在的流氓政权，强行让你爱国，你不爱就派一些5毛来骂你，派国宝来骚扰你，这样子只能适得其反。希望看到这里的5毛醒醒吧，现在助纣为虐，迟早良心会痛，请记住我说的这句话。网友 PR 是委内瑞拉人，分享了伪国现在的惨状是由社会主义专政造成的，故事比较长，非常有意思，感兴趣的网友暂停来看一下。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所有留言讨论的朋友们，我是 Klaus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